还不行，我要利用这个时间把主谋调出来。我有一种预感，我离那个主谋已经很近了，就差一步，我就能抓到他了。哎，没事吧？胖子，我还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我大概知道我中的什么毒，你帮我去找。没事吧？胖子，你帮我去找乌绝、狗皇、重楼这几味中药，应该可以解我的毒。行，没问题。喂，老薛，好久没见了。你这糟老头找我什么事儿？我听说有人在帮吴邪，你要阻止他，出多少钱都可以。那人叫王胖子，你给他多少钱都没用。他就没有什么软肋吗？有个喜欢的人，但我薛武干不出这事儿来。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出了事儿，你也玩完。薛老板，我清理好了物件，您长长眼。你就是那个最近新起的只卖单件货的古董商，说说吧。我家里原来也是做这个的，我这清理手艺从不外传。我对这不感兴趣，说说你这批货哪儿来的？市面上的货没有我不知道的，唯独你这批货，我压根儿就没见过。你背后有人？我可以答应继续给你供货，但是要约法三章。货是我自己的，手艺好，人不好，不诚实。我是来干活赚钱的。你要是不想用我，我就不打扰了。等一下，我可以让你赚得更多。打开。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怎么就碎了？乾隆年间的真货，这些东西很值钱，我免费给你去卖。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把你背后供货的人说出来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女儿的病，这笔账你想清楚，这些钱还是很好赚的。我给你时间考虑一下，我去溜溜场子，你好好想。薛老板问我背后的供货人是谁，现在我女儿治病特别需要这笔钱，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
一行有一行的规矩，你不该问的事情永远也别问。怎么样？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背后是有人。老板，有人找他，说是什么约好见面的。送上门了，让他进来。进去吧。妈，我带了个东西，就是从我们地下室拿的。咬死是自己做的，带他去地下室。老板，东西都是我们从地下室拿的。我们不瞒着了，那个地下室早晚都会被人发现的。什么地下室？我早就说过，这些货都是我找的，您就是不信。你当时没跟我说这个地方啊？我之前，我这一直卖别人的货，再说这个地儿，也是我们先发现的，所以我就没愿意说。我是不会跟你抢这些物件的。你说是你的，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找我。您不把这些货拿走啊？我不是打劫的，你说这些东西是你的，你是要负责任的。凭着这几个物件，把生意做到我头上了，确实有胆识啊！你家传的心理手艺也不错，我挺欣赏你的。琢磨琢磨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做点小生意？这年头做生意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这话你将来就会懂。好了，你琢磨琢磨，要不要过来？机会不是随时都有啊。如果想明白了，给我打电话。闺女这病一定能治好的。小梅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告诉我，你怎么找到妈妈的啊？是谁叫你过来的？哎，你说这老板怎么想的？让我去救这洗头房的老板娘。这老板娘怎么了？惹事儿了，被薛武给扣了。是吗？我那个老板啊，还叫我去救他，凭什么呀？费劲费骨的。哎呀，我那老板呀，有好货从不给我，一出事儿，招呼我。我万一搭上性命怎么办啊？我可不去，让他听天由命吧。哎，看，你看这个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老板给我发。哎，你赶紧去灵溪路265号地下室，我已经让人把那儿弄成了藏宝室。5点半之前，你随便拿样东西去200大找薛武救飘飘，切记让飘飘咬死。藏宝室是他自己发现的。于是我按照短信里的提示，找到了这个地下室，拿了一个瓶子，然后就去交易市场找您了。大概要怎么说，都是按照那个人的指示做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样啊，妈妈就是做点小买卖。什么小买卖？难道做些小买卖有这么危险吗？妈，
你做这些，是不是为了给我凑钱治病？小孩子，别瞎想啊，别瞎操心。我能不操心吗？今天也都差点出事儿了。妈，你要是再瞒着我，这病我就不治了，医院我也不去了。好，听话啊，先回家，回家妈妈慢慢跟你说，好吗？啊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谢谢你，很感激你给我提供的一切帮助。老板，你这就信了？我知道这个地下室是王胖子他们准备的。这个女人不想说，我们就不强逼她。我们先和她搞好关系，有机会把王胖子搞到我们这儿来，让吴邪呀落个单儿。喂，胖子。哎，天真，你听我说啊，你让我找那药，我找着了，莫商在外地呢，我现在就去一趟。你怎么样啊？我现在感觉还行，还能撑得住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把主谋给骗出来。你可别乱来啊！主谋是那么容易被骗的吗？我会在尸体舱放很多粉末，会导致皮肤瘙痒，不过对人身体无害，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。但是我会让他们以为自己中毒了。你上哪儿搞你说的这东西去啊？材料很简单，我可以搞定。没有我骗人小王子，主谋没被你勾兑出来怎么办？胖子，我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如果再拖下去，先死的那个人一定会是我。胖子，你相信我，他一定会来找我的。你，哎，喂，天真。我还想去一次甘阳仓送货，你能不能帮我安排一下？越快越好。进那个仓库呢，需要耐心的。我没那么多时间，必须在1周以内。钱呢上交了，该剩点伙食，我帮你们，是受人之托，最近别死啊！嗯。
你不是说再没有东西能够伤害你吗？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说重点。我是下来开会讨论如何应对赣洋仓污染的，看到出事名单上有你的名字，顺便来看看。那你们想出什么解决方案了吗？赣洋仓一受到感染，医务室就去查找污染源了，正和医院一起寻找治疗方案呢。这个污染应该不严重，你们也不会得什么大病。不过最坏的结果就是观察期超过1个月，你们属于工伤，但不适合继续在岗位上，我们会给你们补偿。那我猜，再有个几10天，你们也查不出污染源了。我好不容易下了2册，就要被你们解雇了，啊？这么一点困难，怎么能难倒你吴邪呢？嗯？我在等着你下一步棋。很久没有用大脑了，我突然感觉很兴奋，全身充满了活力，好像年轻了几岁。我希望你能活久一点。一般反派有你这种心态，都没什么好下场。我告诉你，有人想阻止我查获晋升仓管，我是被人害了，已经中毒了，但是你们还没有查出这个人究竟是谁。那么害我的人，3天之内一定会来害你，因为那个破坏11仓的人，其实是你，丁主管。害我？哼，有意思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白昊天没有来上工，有人去他房间找他，发现他的房间非常凌乱，床上还有一大滩血，好像是出事儿了。这件事情反映上来，我们都很重视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，我们也报了警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继续向警方提供线索，但是信号基站坏了，手机打不出去，你又在这儿，恐怕要过段时间了。鉴于他最后一次出现就是在赣洋仓跟你发生争执，几个送货的都可以作证。因此，我调查了你的房间。凶杀目标、证据、凶器全都在这儿，我本来可以顺理成章的就可以断定你是凶手。就算是再也找不到白昊天，我也可以认定是你把他控制起来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你假装中毒，又不在场证明，厉害啊！你总是比我早一步。如果是你猜到了我的计划，故意污染赣洋仓，那你还有其他目的，是不是？你对白昊天下手了？你刚才问问题的情绪比平常多了一些波动，字与字之间比平常快了一点，你肯定很关心他，是不是？果然是小三爷，到哪儿都走心。把他一个人留在上面，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一步吧？我骗你的，你信吗？你肯定会想到办法的。
快点，吴邪，哥几个就等你呢。慢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慢一点，来，赶紧的，赶紧的。快点，快，赶紧啊！赶紧啊！来，快点，快点。都安排好了，没去吃饭，往东走。往东。放庇佑时，起货。下水。为了拖延11舱检测污染物的时间，我偷偷对外散布消息，说11舱有人在到处投放污染物。又有人发现污染物了。什么？赶紧通知上面，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严重，难以处理了。是。同时，我还借着废品加重，假装中毒，让11舱把大家都转移到有空气净化的病房里静养。我想尽一切办法来拖延他们检查病情的时间。哎，你们都听说了吗？这几天11舱到处爆发不明污染仓区，好多人都去检查身体了，好像还有几个人中毒了呢。哎，对，哎，我听说啊，最初受到污染的仓区啊，其实是盖阳舱。哎呀，你说怎么能出了这档子意外呀？这真是。说这是个意外吗？我倒是听说，是有人故意往盖阳舱投的毒。阳，没事吧？你终于现身了。你想引诱我来见你，我来了。你要干嘛？你就是一直守护11舱的人。陆晨、凌南，包括我，都是被你设计的，对不对？是。我在11舱各处设置了许多有污染源的机关，大部分呢是幌子，但有一个机关，我真的下了毒。不知道你玩过俄罗斯赌盘没有？11舱的人什么时候会中毒，谁都不知道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只要你告诉我当年发生了什么，我就会把所有机关的位置告诉你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因为你认定我是个坏人。如果你不认为我是坏人，那你怎么会给我投毒呢？你最好抓紧时间，因为每多过1秒，就有可能有人猜中有毒的机关。
30年前，我还在11仓的监控室工作。你看一下，这是昨天监控记录。那时，我负责监察仓区的出入库管理。有一天，我看到2个人把自己存进了仓库。在11仓，活人入库本就是个罕见的事，尤其还是把自己存入死档区。死档区其实是一个因为地质沉降而出现的洞穴。当时我们管理不完善，把很多有害货物都丢了进去，比如说长期无人认领的各种原料，有很多想要避世的人也躲了进去，一辈子不想出来。不在我们11仓买下的区块范围内，属于野生洞穴。我们工作人员是不会进入这个区域的，因为这个洞是个天然洞穴。但我们是不允许别人随意进入死档区的，因为里面有很多丢弃的货物，既危险，又有巨额财富。在死档区里找食物是比较辛苦的。这2个人进入之后，也不去找食物，反而一直在熬。我心软，于是烧饼。听过。你干嘛去了？我上厕所。好。他们很聪明，立刻推测出有人在监视他们。顺着这个思路，他们找到了藏在镜头后的我，并央求我：“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”哎，那你先看着，我们先走啊。哎，我那车了，哎，拜拜。为了不被发现，所以我们找了一个只有我们才能看得懂的沟通方式，用脚走出文字，给我传达信息。我渐渐了解到，他们一个叫吴三省，一个叫田有金，都有难言之隐，所以把自己存进了死档区。慢慢的，我和他们越来越熟悉。11仓的生活单调乏味，很难交到朋友，但它又充满奇迹。因为我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会和货物产生感情，甚至开始恋爱。
但我心底知道，这段恋情不可能长久。他们经常不见踪影，做了什么也不和我说，并且开始拜托我帮他们在11仓里找东西。这些东西明显是11仓的其他人为他们准备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逐渐意识到，他们在利用我。我找到了一些信，内容竟是11仓上面的人和死当区准备联合行动。他们认为我是他们的同伙，完全不避讳我。我很愤怒，质问田有金，可是他什么也不和我说，还要我帮他里应外合破坏11仓。这个时候，我意识到，我不是他们拉拢的第一个人，还有其他的人已经同意背叛11仓了。我觉得自己被他欺骗，非常伤心，决定和他断绝关系，而且还想上报这个计划，却因为陷入太深，被他威胁，说高层中也有人参与了这个计划，如果我不加入，就只有死。我仍旧没有按照他们说的行动。很快，果然有人来杀我。那个人就是陆晨。我打伤了他。之后，我洗掉了所有对我不利的监控内容。因为你，陆晨瘾疾发作，然后精神错乱，这是你始料未及的，所以你不敢报警，因为你害怕被追责，对吗？是，所以我想自己查。我去寻找执行侵占11仓货物的其他人，我要阻止他们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吴三省竟然不见了。没多久，田有金也不见了。他们居然能够避过监控离开死党区。至此，我以为事情平息了。但是你，吴三省的侄子，你的到来，暴露了陆晨的事情。你想抓我，我就猜到，你是你三叔的同伙，你是来继续危害11仓的，所以我要阻止你。
你搞错了，我毫不知情，我是被人引到11层来的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陆晨走出来的数字，我推测是日期。那你告诉我，那组数字代表什么？这我不清楚，但我感觉他们有更大的企图。他们想要拿走11仓更珍贵的东西，我能做的只有尽可能的阻止。我把原委都告诉你了，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用了那么冒险的方式引诱我出来，你打算如何收场？至少你先告诉我，其他的机关位置在哪里？我不能让11仓处在危险当中啊！我看过三叔的2段视频，都是在11仓录的，是关于雷生和牙柜的几个货物。这些视频，你知不知道是谁发给我的？不知道。你守护11仓这么多年，没有同伴吗？我都是一个人做的，但监控录像是没有声音的。如果是有声音的录像，很可能是吴三省在死档区里面私录的。记得当年我曾经送下去过录像设备。我三叔是不是在死档区里面发现了什么，然后需要用录像设备去记录它？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死档区在哪儿？入口就在第2层，这不是什么秘密。但是你下不去，下去了就很难上来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和白昊天之间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。好了，我所有知道的都说了，你把剩下的机关位置在哪里，告诉我吧。我现在只能给你看这一半，我还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事情？想办法让丁主管以为自己也被盯上了，让他觉得有人要害他，和你想杀我一样。我没想要杀你，那个毒不致命。那你把那个毒也倒在他的脖子上，其他的我会让他相信的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你可以不帮我，但你只要让他误以为自己处于危险当中，你就可以拯救所有11层的人。难道这不是一个好的交易吗？喧哗世界的外面，飞扬沙满天，谁在路的终点等我？寻找呼唤的声线，一路上陌生的语言，往事埋下纪念，蓦然出现。牵绊着扶着我，顷刻大雨滂沱，那些曾存在的，藏在深海错落。当风吹来，我会回来，消失在世界以前最后的呐喊。当风吹来，我会回来。是谁说天真有错？
为星辰无限，静谧而摇曳。谁在同个地点仰望？惊雷回荡在荒原，重复着昨日的画面。临别一句誓言，变成失恋。回忆起伏荡落，像灿烂的花火。对未解的探索，依然那么炽热。当风吹来，我会回来，消失在世界以前最后的呐喊。当风吹来，我会回来，蜷缩在风中，在无限的时空。世界以前